大家好，我是小峰，本期依旧来聊一下星环。关于星环，在档案里有这么一句：10几年来样貌不见改变。这说明星环出现在维拉已经很久了。从星环 PV 里我们得知，他奉麦德林的命令清理逃离的复制体，而复制体又和他一样的造型，可以推断星环也是复制体。这点在星环的拟态也有体现，在他服装上印有03的符号，推测他就是第3复制体，执行的是清理任务。29号公众号放出了星环日记，日记记录的是清除14号发生的事，可见存活的确实是3号复制体，但14号也把自己的观念传递给了3号。这里就不得不提14号演奏的钢琴曲，但可惜我没有破译，只能等音乐大神了。星环因为此事开始对麦德林和自己产生质疑，但从日记看来，他自己已经有了答案，只是没有勇气去面对。复制体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星环要披一个头套呢？那可不是头套，而是 Gaseous Radiation Monitor， 翻译过来就是气体辐射监测器。复制体的出现依旧绕不开原能辐射，可见当时造复制体的目的依旧是想利用它们检测未探索区域的辐射浓度，为人类在大灾变后的扩张提供助力。但复制体是有自我意识的，有部分复制体觉醒了，开始追求自我，而这是实验室不想看到的。但复制体实力很强，所以他们选出星环来执行清除任务。但麦德林在与星环的接触下产生了感情，进而影响到星环的人格。那么复制体的技术来源于哪里呢？这里有2个推测。第一个是麦德林自己研发，从设定来看，麦德林作为科研人员实力非常的强。这里还得提一个人，执行官希德尔，他研发出了增强人体免疫辐射技术，可见镜珠的科技实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得多。第2个猜测是黑色末日，从以前曝光的 PV 能看到，克劳迪亚是来过维拉的，当时就是为了探查艾达之子的黑色末日计划。这个计划非常神秘，克劳迪亚的父亲就是因此殒命，而他自己也为此受了重伤。从这点能推测出艾达之子曾经出现在维拉，假设黑色末日是为了创造一个很强的战斗单位，而这个战斗单位在和克劳迪亚的接触下也受了重伤，被维拉人所救，并以此为原型进行了复制体实验。而贤者之所以要去维拉，也是为了找回黑色末日的产物，也就是星环的原型。这样就说明到维拉的实际只有原型和克劳迪亚，他们在意外情况下来到了维拉，并在此决战。星环的躯体是不是机械改造呢？从外观来看，他的身体很像生命天使，但在2节腿和胳膊都露了出来，说明他的身体依旧保持人形。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从官方爆料的设定图我们可以得知，绿发的星环才是最初的样子。当时实验室发生骚乱，他开始清除复制体，而在战斗中星环也受伤了，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形态已经是后续修复过的了。这2个形态有什么区别呢？绿发形态为了增强战斗能力，对部分身体进行了机械改造，主要在于脖子、正面身体这一块。而现在的星环头部为了更接近人类，换成了更仿生的材料，身体也进行了大量改造。如果是按设定图来说，星环的腿现在是纯机械，其他部位还不好判断。修复后的星环操控武器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绿发状态是和武器有意识层面的联系，心一到拳击就到。但现在的星环和武器连接靠的是头部延伸出来的2个管子，这2个管子连接到了丸岛上。这里也不得不提一下丸岛这把武器，丸岛前身已经在清除计划中损毁，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基金会重新定做的，这也是为什么会有2个气缸的原因。而且现在的丸岛在表面是清楚的写着是机械制品的，绿发形态就没有。从2个拟态对比可以看出，现在的星环细节更加的多，也是因为绿发形态才是最初形态，那时只是一个实力强大的战力单位，
而现在的星环才逐步成为基金会的继承人。好了，本期就到这里。关于星环的解读应该会还有一期，但目前手里的资料还不够。14号演奏的曲子是什么？蜡烛代表了什么？教堂外的数字又代表了什么？敬请期待吧。关注小峰，带你体验不一样的环塔。